昨天我在网上刷到一段视频，好家伙，可把我气笑了啊！视频里说话这位大姐来头可真不小，她叫陈丹薇，是新加坡的第一大报《海峡时报》的资深驻京记者。那据说是在中国待了10几年呀，走遍了咱们的大江南北，算是个老牌的中国通了。这按理说天天在咱们地盘混，该吃吃该喝喝，应该挺了解咱们的吧？结果呢，他在节目里大嘴一张，甩出了一套让人目瞪口呆的理论。咱们先看这段视频啊。I mean, it sounds a little bit like China's a bit obsessed with us. Don? I think a lot of them maybe can't figure us out. They have certain conflicting feelings about u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we're so much like them, right? I mean, we are ethnic Chinese, and most of us speak Mandarin. And we are the only sovereign state besides China with ethnic Chinese majority. But yet, we are also not like them in so many other ways. So I think it's a mixed bag of feelings of, they admire us for our success, the fact that, we are a developed country, they admire us for our social order, our efficiency, our wealth, our governa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some perhaps disdain, sometimes they think Singapore, you're so small and so vulnerable. And especially, when you juxtapose that with China's rise and its increasing global dominance, you can understand why they have these mixed feelings. 这位陈大记者说，咱们中国人内心深处啊，其实特别仰慕、特别羡慕新加坡，羡慕人家有钱，羡慕人家秩序好，羡慕人家治理高效，还说咱们现在心态啊特别拧巴，一边掩护人家的生活，一边又嫌弃人家地方小。哎呦喂，大姐，这都2026年了呀，你老人家怎么还活在自己编的春晚小品里呢？喊我们内心仰慕新加坡？不是大姐啊，哎，你是不是对新加坡有什么误解啊？我们嫌弃你们地方小，那是嫌弃吗？那是大实话呀。那今天呢，咱们就扒一扒这位在中国混了10几年的资深大记者啊，到底是怎么把自作多情这4个字儿演得这么感天动地的？很多人一听说不对啊，人家陈丹薇在中国常住了10几年，是分社负责人，天天看中国新闻的，他怎么会得出这么离谱的结论呢？这就得聊聊这帮外媒大记者在咱们这儿的朋友圈了。哎，你想想啊，他虽然在北京住了10几年，但是他日常接触的能跟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喝咖啡吃西餐的中国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哎，无非就是国内高校里某些天天崇洋媚外的公职教授，外企里拿点美分，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精神高华，要么呢就是天天在朋友圈里抱怨体制啊，觉得外国月亮就是圆的特定卢瑟。在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啊，这位陈记者的周围啊，天天围绕着都是这么一帮人。那帮人一见到外媒记者啊，那还不得跟见了大救星一样啊，哎，天天拉着人家的手，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诉啊。他们会说，哎呀，你看看新加坡多好啊，人均 GDP 9万美元，你看人家的精英治理啊，你看人家多洋气啊。再看看咱们这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陈记者在涉外沙龙里听了10几年这种话，耳濡目染呀。他心想，哎呀，中国精英都在我面前这么羡慕新加坡，那全中国14亿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呀。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接触的那帮人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早就被大伙儿当成精神病给边缘化了。他天天待在北京朝阳区的咖啡馆里啊，他去过深圳的科创实验室吗？他见过咱们义乌凌晨2点还在拼命搞跨境电商，要把货卖到全世界的年轻小伙吗？他都没见过呀。他以为抱着那一小撮公知哭天喊地的口供，就拿到了14亿中国人的心理密码。这不叫资深记者啊，这叫作茧自缚。再一个啊，这位陈大记者的记忆啊，明显是冻结在了20年前、30年前了。咱们有一说一啊，那30年前90年代那会儿啊，中国刚搞大建设，新加坡确实是亚洲4小龙，洋气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咱们坐个绿皮车，看人家新加坡满街跑小汽车的，住着干净的祖屋，咱们那个时候吧，确实羡慕，确实抱着向新加坡学习的态度。那个时候要说中国人有点仰慕心理，咱们承认啊，不丢人。可是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啊，是一出生就看着满街的高楼大厦长大的呀。
现在咱们的年轻人去新加坡旅游回来之后，大伙儿在网上吐槽什么呢？大伙儿会说，新加坡这个地方啊，干净是挺干净的，法制也挺好的，但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双语环境好一点，那消费啊贵得要死，地方小的跟大号县城一样的度假村吗？进去玩个3天2夜，连个共享单车都找不到。在新加坡，要是吐口痰、吃个口香糖，警察能把你罚得够呛。生活节奏紧绷的跟要上刑场一样，老百姓活得跟个精致的机器人似的。现在的中国年轻人看新加坡是一种极其理性的平视，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不错的金融中心，不错的旅游景点，仅此而已啊。谁脑子进水了会去仰慕和向往一个连淡水都要靠马来西亚进口，买个车牌要几十万，一辈子都被困在弹丸之地的生活模式呀？所以呢，陈大记者说咱们一边嫌弃一边向往，我就笑了。那不叫嫌弃，那叫大实话；那也不叫向往，那叫你自作多情。那既然陈女士的判断在客观现实上站不住脚，那为什么她还要在节目里如此言之凿凿，甚至还有点迫切的去强调中国人内心依然仰慕新加坡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反向代偿机制，就是当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在现实中感受到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和焦虑时，他们往往会通过口头上过度强调自己的优越感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我其实呢非常理解新加坡精英阶层当下的集体焦虑啊！大伙儿想想，这新加坡过去几十年是怎么躺着赚钱的？除了那个马六甲海峡，另外一个就是它卡在美西方和中国中间。在西方面前，他说：“我懂中文，我了解中国，你们来亚洲投资找我当买办，准没错。”在中国面前他又摆出一副高级知识分子的脸，说：“我懂西方，我先进，你们得跟我学。”他长年累月就是靠吃这个信息差和高人一等的红利才活得这么滋润的呀。可是这几年呢，时代的风向彻底变了呀，中美博弈新加坡想在中间两头吃，左右逢源的买办路线快走不通了。更要命的是他发现中国现在根本不需要他当什么中转站了。中国的电动汽车，中国的5G 技术，中国的跨境电商，甚至是中国自己的文化和社交软件直接越过新加坡，漫山遍野的往东南亚，往全世界输出甚至连新加坡本地的年轻人天天都在刷中国的 app 开着中国的车了。这帮新加坡的精英笔杆子一看，天哪，我们过去引以为傲的现代化优势，我们在中国人面前那点唯一的高级感，快要被中国恐怖的工业和文化爆发力给冲得荡然无存了。如果他现在承认14亿中国人根本不仰慕新加坡，根本不在乎新加坡那套模式那无异于是在精神上把新加坡精英阶层的最后一件遮羞布给扯了下来。所以呢，他必须嘴硬他必须在海外节目里疯狂的进行心理暗示，他要告诉西方主子，也要告诉自己，中国人还是羡慕我们的，他们还是向往我们发达国家的生活的，他们不承认只是因为他们嫉妒我们小，他们嘴硬。各位，你们瞅瞅，这不就是标准的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吗？他嘴里说出来的所有关于中国人的拧巴其实全都是他自己面对中国崛起时那种无处安放的自卑、失落和焦虑。最后呢，想对这位陈大记者，还有那些至今还抱有莫名其妙优越感的新加坡精英们说一句大航海时代变了，该换换脑子里的旧芯片了。今天的中国人活得比你们想象的要松弛得多，也大方得多。你们有干得好的地方，那比如是法治和廉政，咱们在互联网上大大方方的讨论学习，这叫取长补短。但这和仰慕没有半毛钱关系今天的中国，长三角一个经济圈的产值和体量，就不知道能装下多少个新加坡了。我们天天睁开眼琢磨的是怎么搞定星辰大海，怎么突破卡脖子技术，怎么让老百姓兜里的钱更多。我们真的很忙，14亿人都在忙着平视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人有那个闲工夫天天扒在窗户上满眼泪水去仰慕你们那个精致的弹丸盆景。如果你这位大记者以后还打算常驻中国，还打算靠写中国报道吃饭，我劝你多去咱们的2、3线城市走走，多跟咱们送外卖的小哥、工厂里的工人聊聊天，别天天在朝阳区的高级公寓里自我感动了。要不然你以后写出来的报道只会在中文互联网上变成大伙儿茶余饭后的又一个大笑话。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